反正不管怎么样，你今儿没和我商量就把他给带出去，这是非常错误的。这件事，我确实考虑的不太周全，我跟你道歉。啊，态度还不错，你记住了啊，下次千万不能这样。所以你找我还有其他事儿吗？呃，我回头想了一下，觉得你下午说的话也不是完全没道理。我下午跟你说什么了？你说你知道我是为小光好，但是对他太大包大揽了，什么都得管着他，限制他。他需要一个成长的空间，还说，他应该有一个正常的童年。反正呢，就说是他要是不开心，那活得再久也没有意思。你记得还挺清楚，那你觉得我说的对吗？反正听着不怎么舒服，道理是有一点儿，就一点儿。你呀，应该多给小光一点空间，在保证安全的基础上，让他自由的成长，这样他才能快乐的生活呀，对吧？我是他爸，这些道理我都懂得很。清楚就好。不早了，早点休息吧。熬夜熬多了会秃头的。啊？拜拜。喂，秃头？在于明明的事儿上，你是对的。虽然他只是个孩子，但他也是一个独立的生命，他有权利知道自己即将要面对的和发生的一切。爸，你这大晚上的是抽什么风啊？不睡觉跑我屋子里来，想吓我玩儿啊？对啊，老爸就是想吓唬你，但不是被你发现了吗？其实老爸是想跟你道个歉，有一件事儿，老爸对你隐瞒了很久。跟我当妈了。你别闹！老爸，不管你做了什么对不起我的事儿，我都会原谅你的。其实是有关你的病情。我之前没跟你说实话，你这个病地中海贫血症吗？还是重型的？我知道了，啊，我已经上网查过资料了。我早就知道这个病治不好了。3岁和6岁那次分别被医生判了死刑。不过老爸，你看我现在都8岁了，还活得好好的。你什么时候知道的？6岁那次。哎，行了，老爸，多大点事儿啊！你要是觉得对不起我的话，就再带我去一次游乐场，行吗？你小子，别得寸进尺啊！我就知道你不会这么轻易妥协的。哎，不过老爸，我很开心哎，你终于告诉我了这件事儿，我们两个之间再也没有秘密了。你是还有什么事儿瞒着我吗？嗯，终于不用在你面前装不知道了。你可不知道我演的有多辛苦。那你的意思是，我应该还给你颁发一个最佳表演奖啊？那必须的，答对。还有老爸，你是怎么想通的这件事儿啊？是谁让你这棵铁树终于开了花？
你这成语又跟谁学的啊？谁是铁树哈？你是花儿呗？我可不是花，小阿姨是花。来，抱抱。哎。喂，我刚才和小光都坦白了，结果还挺让我意外的。你现在有空吗？咱俩见面聊聊。你好，请问喝点什么？咖啡。好的，请稍等。小光怎么说？他跟我说，他早就知道他的病情了。这些年跟我在一起，一直在演啊。不过也是，小光这孩子这么聪明，也确实瞒不住他。咱们 EICU 的医生经常会说一句话：脱了白大褂，医生也是病人家属。所以小光这件事情上，我理解你。谢谢你。之前我们俩还在于明明的治疗上产生过争执。其实那个时候，我就一直在思考，要不要跟小光坦白。你好，小姐，您的咖啡到了。可当面对自己亲人的时候，真的很难。刚才在来这儿的路上，我就一直在想，小光跟我一起生活了这么多年，我一直认为我们俩之间是亲密无间，没有任何问题。可没想到，我过度的保护，反而给他增添了不少负担。我想，小光这孩子这么善良，他在配合你的时候，他自己一定也很幸福。有些话说开不就好了吗？哎，那你那么喜欢小光，怎么从来没问过我关于他妈妈的事儿啊？那有什么可好问的？每个人都有自己不想说的秘密啊，等想说的时候自然会说的。其实小光是我哥和我嫂子的孩子，他出生的时候就患有严重的地中海贫血症。有时候我就在想，命运怎么对他那么残忍？他2岁那年，我哥和嫂子出车祸去世了。从那天起，我就把他当成是自己的亲儿子呀。6岁的时候，因为病情的加重，他差点没挺住。不过这小子还算争气啊，一直坚挺到现在。我相信所有事情都会好起来的。这也是我们要向小光学习的地方啊。你看，不管发生任何事情，他都那么积极的去面对。也谢谢你告诉我小光的事情。那既然你已经知道了我的一个秘密，那是不是你也得交换一个？等有机会再说吧。干杯！谢谢你请我喝咖啡，白医生。
辛苦一下，来让让，辛苦一下，让。患者女性，43岁，晕倒在家中，神志不清，患有高热状态。颈项强直，神志昏迷不清，高热，考虑中枢感染，先帮患者申请抗生素美洛培南吧，送医 ICU， 请神经内科专家会诊。好。来不及等家属了，需要尽快给患者做腰创明确诊断，报备医务处吧。辛苦医生了。肖医生，怎么样？报告提示中枢感染可能性低。其他检查呢？有没有异常？血常规中 C 反应蛋白很高，肝肾功能指标还算可以。胸腹部 CT 检查显示双肾周有渗出，还是感染性疾病，感染部位不确定。呼吸和心率都加快了，呼吸30，心率130，血压80/40，患者伴有寒战。感染性休克，感染可能是泌尿系统来源。护士长，生理盐水1000毫升扩容。去拿药。好。血氧呢85%，氧流量帮我调到5升每分钟。两肺呼吸音低，口闻急失落音，患者可能并发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长话，帮他抽个血气分析。好，护士长，准备气管插管。好。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这许安威的家属还没联系上呢。是啊，护士长，那都急死个人了。接着打。肖医生，检查报告出来了，氧分压47，血氧饱和度81。还好插管快，不然患者就危险了。但现在的问题是，他这个病进程实在是太快了。如果是泌尿系统感染引发的血流感染脓毒症，不会这么快出现 ARDS。那会是什么地方感染呢？感染性心内膜炎？再帮他安排一个床边超声吧。射血分数50%，没有发现瓣膜赘生物，整体活动尚可。那是为什么呢？接下来该怎么办？复查一下他的生化检查吧，记得查一下 BNP 还有血培养，取一部分血标本送去2代测血。肖医生，许汉威生化检查做好了，检验科报告下午能出来。还没联系上家属吧？还没呢，估计是时差原因吧，打电话一直没人接，还是他邻居发现他晕倒在家里，送他来医院的。听他邻居说，好像是她老公带女儿去国外参加冬令营了，许汉威公司有事儿，一直请不下来假，所以就没跟着去。没想到出这事儿。听说患者的情况还挺严重的，这要是人没了，恐怕连最后一面都见不到了。呸！你就不能盼点好？再说了，以肖医生的医术，我相信患者一定能够化险为夷。我相信你啊，肖燕。喂，你也表个态呀！你们是有多无聊啊？天天搞战队。下午继续联系家属，等报告出来，还有些东西要跟家属商量。好。生命体征怎么样？血压一直是临界状态，92/65，呼吸30，心率130，体温39.2度，血氧呢？血氧一直在92%左右。他已经插管了，血氧还是这么低啊？这样吧，再帮他约一个床边胸片，抽个血气分析。好。
胸片还可以，没有明显的肺炎、肺水肿，气管插管的位置也没问题。再帮他约一个床旁超声吧。好。心肌整体活动减弱，整个心脏基本呈蠕动状态，射血分数只有25%左右，依然没有发现赘生物。肖医生，检查报告出来了。患者炎症指标太高了，他的肝肾功能还有心功能都在渐进性恶化，氧分压还是只有61毫米汞柱。不行了，他现在的心肌损害进展实在是太快了，只靠呼吸机可能没办法维持氧合了，要联系胸外还有心内的专家联合完成 ECMO 支管上机。这个事要跟陆主任商量一下。帮患者申请一下3线抗生素吧。好。你看这个，主任，今天白天呢，我们收治了一名患者，这名患者多器官功能衰竭，最糟糕的是有严重的心肌抑制，考虑脓毒症休克合并心源性休克，随时可能心脏骤停。我们想给患者上 ECMO， 但是一直联系不上患者家属。我认为在上机之前，有必要跟家属说明情况，并征得他们同意。这个患者死亡率非常高啊，我认为这个时候先救人啊。但这个费用太贵了，而且这个患者情况比较特殊，治疗成功率只有20到30%，患者家属能不能承担这么高的费用，还有较高的风险是个问题。是，你们俩说的都对。这样吧，在准备上 ECMO 之前啊，还努力的跟患者的家属取得联系。我呢，这就向院里面申请，在这段时间里面，你们努力的维持住病人的生命体征，好吧？好。肖医生，联系到患者家属了，他们同意先行 ECMO， 还要求我们积极治疗。开始吧。肖医生，好了，心窗边超声检查。好。肖医生，患者的射血分数只有25%。患者上肢体温太低了，ECMO 现在无法维持患者重要脏器的血供。如果血供问题解决不了的话，有可能会造成上肢坏死还有脑损伤。患者现在唯一能够依靠的只有主动脉内球囊的反搏。我去找心内科专家会诊，行床边 IABP 治疗。护士长，这期间呢，患者的血小板还有血红蛋白会进行性下降，如果不能保证供血的话，患者有可能会加大死亡的概率。所以呢，你要跟血库联系，要保证血小板还有红细胞血液等血制品的供应。我现在就去。韩华，这期间你要密切监测患者的有创血压、动态脑电图还有凝血情况。好。忙了一天，来杯咖啡。谢了。许寒微怎么样了？ECMO 支管上机以后呢，心内又做了床旁 IABP 手术，血库那边也联系上了，患者暂时稳定了。对了，听徐依然说，今天你有空就联系患者家属，还是你联系上的？谢了。不客气。这台机器呢叫做 ECMO， 它呢是可以将患者体内的血液引出，经由人工氧合器氧合以后，再回输到患者体内。医生，我老婆会醒的是吗？
您放心，患者现在的情况已经好转了，不出意外的话，1个星期以后应该可以撤机。谢谢你，医生，谢谢。谢谢。我们对患者进行了血标本2代基因的测序，检测到了大肠癌细菌还有 EB 病毒。我们推测应该是泌尿道来源的高毒粒性大肠癌细菌感染所导致的脓毒症休克。再加上这患者呢患有长期的2型糖尿病，所以他的免疫力特别的低。这免疫麻痹的时候，就把潜伏在什么腺体啊、神经节呀、B 细胞这些组织和细胞里边的病毒给它激活了，造成了显性感染，这引起了爆发性的 EB 病毒心肌炎，使得心肌抑制。所以我们赶紧集结了胸外科和心内科进行了抢救，那最终使得病人的生命体征得到了恢复。听说萧燕和白竹还有过一些争执，也不算是争执吧，就每个人考虑问题的角度不一样。萧燕呢就觉得在埃克莫治疗之前应该征得这个家属的同意，那白竹嘛就觉得治病第一，救人第一，但最终他们俩还是达成了一致，找了一个折中的办法，也算是求同存异吧。他们俩现在啊也是越来越默契了，所以在共同努力之下，最终算是给患者捡回了一条命。这患者的家属对我们也是表示非常的感谢，对我们的治疗方案也给予了高度的肯定。为了蒋先明的病历，前2天他们俩还聊过，感触很大。听说他们曾经迷茫过一段，现在好了，什么都想明白了，懂得换位思考了，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嘛。陆主任，恭喜你又收获了2员大将。哎呀，还是要感谢院长的。蒋老师啊，这几天一直都下雨，你不说我也知道，肯定睡得不舒服。正好今天出了个大太阳，我把这个床单呐、被褥啊都给你洗得干干净净的，人睡在上面啊，哎，肯定舒服。人一舒服啊，心情就好，心情好了呢，胃口就好。中午想吃什么？张老师，睡着了。陆主任，这是蒋老师很早之前给我的一封信，说他万一哪天不在了，让我交给。什么情况啊？58岁，他5行5的时候突然觉得胸闷气短，喘不上来气，但体温、血压、脉搏、呼吸都很正常。哎呀，阿姨，你能听见我说话吗？哎呀，哎呀，哎呀，呼吸也正常，怎么会胸闷气短呢？阿姨，你喘不上来气多长时间了？
居然气喘的细菌培养结果出来了！哎呀妈呀！妈，你怎么了？哎呀，花儿啊！阿姨跳广场舞的时候，突然觉得胸闷气短，喘不上来气。检查了吗？什么原因啊？你别担心，正在检查，应该不会有大问题。好好的，怎么会胸闷气短呢？花儿，我也不知道，忽然之间就这样了。阿姨，你一定会没事的。桃花，我建议你带阿姨去做一个全面一点的检查。妈，咱这就去做检查。胸片和心电图彩超都没有问题，肺部或者心脏都没有毛病。徐老师，唐花怎么样？血常规正常，不是贫血。究竟是哪里出了毛病了？妈，您除了胸闷气短，还有哪里不舒服吗？我是喘不过气来，我胸口太闷了，难受死了我。妈，您别老死啊死啊，我们不是正在给您检查吗？要不要查一下脑钠钛和第二具体？好。徐老师已经打过招呼了，脑钠钛和第二具体结果很快就会出来的。妈，别哼哼了，你不累啊？不会有事儿的。唐医生，你有个患者来复诊了。好。唐花，你进去接诊吧，阿姨我帮你照顾着。妈，我先过去一下，坐来。你现在呢已经好的差不多了，我再给您开一个疗程的药，你回去再吃一下。吃完以后呢，再过来复诊一次，应该就没什么大问题。谢谢你，医生。好了，快去拿药吧。哎，检查结果拿走。都正常，都正常，怎么还会胸闷气短呢？阿姨也是上岁数的人，出现功能性胸闷也是很正常的，你也不用太紧张。你说我妈要不要再做其他检查？小伙子，这个画儿平时工作表现怎么样啊？跟大家相处的还融洽吗？阿姨您放心，他跟大家相处的特别的好。阿姨，我想问问你，唐画喜欢什么样的男孩子？哎，唐画，陈志，你出去。那我在门口，有事人叫我。你别管了。啊。徐老师，你在这干嘛呢？怎么这么快就出来了？你可以再多陪陪阿姨的。一边去，跟你没关系。哎呀，人陈志也一片好心嘛。忙去吧。啊。你也去工作吗？阿姨这边我帮你照看着。这一天天的。阿姨，这会儿好多了吧？来，阿姨，先喝杯水。谢谢你，好多了。别客气。你姓徐，徐什么来着？阿姨啊，我叫徐依然，1、2、3、4的依，然后的然，叫我小徐就行。哦，小徐，小徐，你有女朋友了吗？啊？把5床的用药记录给我一下。唐画，唐画，我妈怎么了？你先给我喝水喝。啊，我妈怎么了？阿姨没事，我有事。你什么事儿啊？慢点，慢点，慢点。就这一会儿的功夫，我祖宗18代都快被阿姨给问了一遍。我再不出来，我爸当年初恋小情人都要被查出来了。哎，没事了吧，妈？没事了，没事了。我给您叫车啊。哎，等一下，我还有事跟你说，你听我慢慢跟你说啊。行，那您说。哎呀，首先我跟你说，你们陆主任不大适合你。
陆主任，妈，您想什么呢？哎呦，你急什么呀？我不得从职位最高的开始帮你分析吗？哎，陆主任这个人啊，我打听过了，人品不错，稳重踏实，前途呢还算光明，就是有过婚史，年纪呢也实在是太大了，比你大了10多岁啊，比我小不了几岁的。陆主任是不错，您倒是可以考虑考虑。哎呦，我打死你！我有你这么跟亲妈开玩笑的吗？我看是您在跟我开玩笑。哎呀，陆主任呢是不大适合你，对吧？啊，离过婚，和前妻呢还有孩子，你跟着他不是太吃亏了吗？所以，我首先把他排除了。那我真是谢谢您了。不客气。还有那个陈志啊，人倒是长得挺帅的，就是家里呀实在是太穷了，连套房子都买不起。哎呦，人们又呆头呆脑的，没啥本事的。哦，像这样的人，你跟了他，下半辈子都没有希望了。所以我把他也给排除了。我再次谢谢您。再次不客气。哦，还有那个白医生，白医生呢，我一直没有见上他，考察待定。妈，您今天分析都特别到位，特别准确。我现在呢，拿着东西，先送您回家。哎，不着急，不着急，不着急。来，坐啊！接下来，我们就要说说今天最大的收获了。您不会是看上徐然了吧？哎呀，母女连心呀！小徐真的是不错的哦。妈，您知道我们管徐然叫什么吗？花心大萝卜，花花公子。但凡是个女的，上到70岁，下到7、8岁，只要人一过来，她就屁颠屁颠跑过去了，问人家你需要什么呀，跟人套近乎，这个那个的。您看上谁也不敢看上他呀。你少糊弄我，我见过的人比你吃过的饭还多呢。小徐好嘛，小徐人帅气又和气，家境好，人缘好，事业呢又蒸蒸日上，这哪都好嘛。妈，一会儿我还有事儿，不跟您在这儿闹了。您先回家歇着吧，我这儿也挺忙的，其他事儿您先别操心，我自己有打算。我等你下班一起走啊。陈志，刚刚我跟我妈说的话你都听见了？我什么话？我刚别装了，在你的问题上，我跟我妈难得一致。以后呢，你就把所有精力都放在工作上，我相信你能成为一名好医生。谢谢，再见。怎么了？你干嘛这么看着我？出什么事儿了？徐医生，谭话他妈看上你了，想让你当他女婿。看上我了？哦，他眼光还是蛮不错的，不过这也正常啊。徐医生，你什么意思啊？你放心，我对唐花一点感觉都没有。啊，不过为了你，我得想想怎么让他妈妈对我彻底死心了呢。这个，徐医生，有事儿吗？英娟，你谈过恋爱吗？徐医生，你要干嘛呀？帮个忙呗。
爸，不行，我没干过这事儿。没事，我也是第一次。你考虑考虑别人吧。不考虑，就你了。哟，小徐来啦！嘿，阿姨，我来给你做别的检查，看有什么遗漏的。哦，哎呦，你真细心哦！啊，我来给你量个血压，好吧？好的，好的，好的。您吃，快给阿姨量血压。嗯，好。阿姨，你是先把衣服脱了。哦，好，对，好的，好的。嗯，不是让你给阿姨量血压吗？你跑我这儿干什么？哦，我这不看你出汗了吗？心疼你。这是干什么？阿姨还在这儿呢，快去量血压。嗯，好。阿姨，你坐，没关系。哦，坐。阿姨量血压。好的。小徐啊，这位林护士是你们急诊科的？对，她也是我们急诊科的。我以前怎么没有见过她呀？一直都在啊。哦，林护士，年轻漂亮啊。阿姨，您的血压很正常。谢谢啊。小徐啊，来，小徐，你跟阿姨说实话，你和这位林护士是不是在谈恋爱？没有，我们是纯洁的男女同事关系。没说老实话，瞒不过阿姨的火眼金睛的好吧？阿姨，你一看就是经历过大风大浪的人，什么事儿都瞒不过你。那我就跟你说实话吧，林芝是我的未婚妻，我们准备结婚。啊？你们准备要结婚了？对啊。没听科里的人说过呀。我们就想保密，没让科里人知道，到时候给大家一惊喜。阿姨，你可得替我们保密啊！保密啊，保密啊！哎呀，可惜了。阿姨，你说什么？没说什么啊。我是说你们要珍惜啊，珍惜。阿姨没什么事儿，我们先走了。好。唉，可惜了。这下他对我应该没什么兴趣了。徐医生，以后再有这种事别再找我了，让别人知道多难堪啊！谁让我这么招丈母娘喜欢呢？徐医生，你现在越来越像白医生了。打住！像谁都不能像他，我可不想那么招人讨厌。你面前那锅快熟透了吧？徐老师，你每次从唐花那儿受了挫，就是这副半死不活的样子，能不能来点新鲜的？啊，陈芝啊，徐老师，你说我怎么能让唐画接受我呢？感情这种事儿不能勉强，我早就跟你说了，你们俩不合适啊。谁跟谁天生也不是合适的，那处着处着不就合适了吗？你就像我以前我不能吃辣，我跟你们在一块时间久了，我就能吃辣的了。哎，这年纪轻轻，一个个怎么就都那么轴呢？啊！都说不撞南墙不回头，你这都一脑袋包了，怎么就是不死心呢？
唐画有这么大魅力吗？算了，你都已经这样了，也不愁再多赚一个包，我就指点指点你，也算救苦救难了。徐老师，你愿意帮我？不是帮你，是指点你，告诉你一些心得体会，让你少走点弯路。你知道追女孩最重要是什么吗？真心，真心人人都有，不稀罕。追女孩呢，是个技术活，但无论再多方法，万变不离其宗。归根到底，核心技术只有一个，不是真心，是有心。我有心啊！你那不是有心，是有病。我说的有心，是要投其所好。追女孩呢，是个技术活，归根到底，核心技术只有一个，不是真心，是有心。我有心啊！你那不是有心，是有病。我说的有心，是要投其所好。我在外边想吃点东西，但手有点脏。这才对嘛！他要什么你就给什么，找出他内心真正的需求。唐画内心真正的需求。这么说吧，若他涉世未深，就带他看尽世间繁华；若他心已沧桑，就带他做旋转木马。我看唐画虽然年纪不大，但总觉得自己看透了男人，看透了百态，也算是心已沧桑吧。就带他做旋转木马。聪明。带他做旋转木马。旋转木马。唐画，陈志，这不是徐医生的车吗？啊，快上车，有患者。有患者。潞河医院，你这是往哪开啊？患者不在医院，在外面。白老师让咱们赶紧过去。在外面是车祸吗？我也不清楚，到了你就知道了。你叫救护车了吗？通知了，通知了。陈志，受伤的患者呢？没有患者，也没有人受伤。没有患者。我想带你做一次旋转木马。若他涉世未深，就带他看尽人间繁华；若他心已沧桑，就带他做旋转木马。唐画，你跟我做一次旋转木马，你就知道了。我看你应该去精神科看看。唐画，你带他去做真的旋转木马了？不是你跟我说的吗？若他心已沧桑，就带他做旋转木马。我那是比喻，比喻懂不懂啊？若他心已沧桑，就带他做旋转木马，意思就是你要让疲惫的他感觉到单纯的美好，击中他内心最柔软的部分，这样才能获得他的心。不是让你带他去做真的旋转木马。你也没跟我说是比喻，我哪知道啊？讨女人欢心这件事是一种天赋，你要是没有，要硬学，恐怕很难。你呀，你就担着吧你。你别走了好吗？哎呀，我们今天不说这些啊。老公，我们今天要去的这个度假村啊，5星级的，特别好玩，有很多明星啊，他们都带家人去玩。这2天啊，我们什么也别想，好好的玩几天啊。媳妇儿，其实我
让让让让！医生，让让！患者神情，患者36岁，高速撞击车祸，神志不清，血压110/70，心率96，血氧饱和度70。稳住！抢救11床。医生，你一定要救救他！家属外面等，救救他！一定要救他！进行2毫升比泊芬。听诊器。给他做胸腹部超声检查。腹部没问题，胸部没问题，带他去做 CT。好。医生，我老公到底怎么样啊？扫描结果显示，他的脊椎、腹部、胸部都没有受伤，但头颅 CT 显示，他的双侧脑实质有弥散性出血。这是什么意思？是脑出血了？对，是脑出血的一种。而且这种情况我们没办法通过手术缓解，我们需要他在 EICU 观察一段时间。如果后续我们能够控制出血、降低血压的话，他是有机会醒过来的。那医生，你一定救救我老公啊！救救我老公啊！您放心，我们会尽力的。我现在来帮您处理一下您的伤口。都是我不好，都怪我，我不该跟您吵架的。我要不跟你吵架，你也不会被气得头晕。您是说患者在出车祸的时候曾经有过头晕？是，我老公他开着车，就头一下晕了。当时您也在车上。您现在身上有什么不舒服吗？我没事，我可能就偶尔会晕晕的。您也会有头晕的情况？一点儿。头晕有可能是脑部疾病造成的，所以我建议你也去做一个 CT 排查一下。可能我就是昨天晚上没睡好，医生，我没事的，我不用做。我现在就想陪在我老公身边，你能让我待在他身边吗？好，那如果您身上有任何不舒服，请及时告诉我们。好，谢谢医生。肖医生，患者家属晕倒了。医生，我这是怎么了？是不是我的脑袋里长什么东西了？我们给你做了头颅 CT， 但没有发现有任何异常。那这是什么原因啊？其他的结果还没出来，所以现在还不能确定。我平时身体很好的，应该不是什么大问题。我现在就想见我老公。你现在不能起来。没事的，我还没事儿。你刚才都已经意识障碍、心跳停止了，要不是肖医生及时给你做心肺复苏，恐怕你连你老公见都见不着了。我不就是晕倒了吗？你现在的状况呢非常不好，你现在四肢软、肌力差、心动过缓，还有一搏。这么严重？当然了，你现在随时都有可能心脏停跳、呼吸停止，你要听我们的。检查结果出来了，虚假2.8，低血钾呀，怪不得会引起心律失常。低血钾是什么呀？严重吗？血钾过低就会造成心律失常，甚至心脏停搏死亡。你现在的血钾才只有2.8，随时都可能心跳停止。怎么好好的，我就低血钾了呢？很多的疾病都有可能引起低血钾，现在还不清楚具体的状况，我们后续还要给你做一系列的检查，才能知道结果。医生，拜托你们了。还有我老公那儿，请你们一定要救他醒过来。放心，我们会尽力的。谢谢，谢谢。好好休息吧。肾静脉穿刺补钾吧，给
给他用抗心律失衡的药。护士长，哎，最近密切关注患者的血钾还有生命体征。好，生命体征我们已经调整了监测的范围值。你们那边患者情况怎么样？低钾血症，但已经稳定了。低钾血症，哟，那挺严重啊，一定要留心观察哈。护士长也要多注意休息。好的，谢谢主任。行，那你们先忙吧。雨燕的血钾是升上来了，但还是比较低，没有明显的治疗效果。心脏方面呢？心脏没有发生骤停，但心率一直还是失常的。内分泌正常，尿检正常，肾功能正常。我这哪都正常，怎么就不见好转呢？你现在这些症状是低血钾造成的，还需要做进一步检查。可是都这么长时间了，怎么还查不出原因呢？这个你先别着急，有些病的成因呢是比较复杂的，一旦查清楚了，确定了病因，对症下药，很快就能痊愈。哎，肖医生，我老公那儿怎么样了？颅内出血已经止住了，病情一直在好转。那就好，谢谢医生。好好休息吧。还是要尽快找到病因，对症诊治，不然拖的时间长了，还是有心脏骤停的危险。到底是什么原因呢？肖医生，患者有情况。梁可娇，梁白娇确认。救回来了。我这里一点线索都没有，根本查不到。我这也查不到。哎，小燕，五床那个肝癌患者又吐了，护士长让你俩去看看。走吧，回来再查吧。哎呀，真的是忙的忙死，闲的闲死啊。是啊，刚才肖医生也忙着查东西，也不知道在查什么。你想知道肖医生在忙什么啊？就不告诉你。爱说不说，憋死你！他被一个低钾血症患者给难住了。低钾血症？你是吕燕，我是肖医生的同事白卓。白医生好。你的病历我看过了，你有不明原因的低血钾，而且还非常严重。肖医生他们也一直没有找到什么原因。你和你老公是做什么工作的？平时能接触到什么化学物质吗？白医生，
你还记不记得我们之前治疗过一个急性镉中毒引发心肌炎的患者？记得啊，那个在小电池厂工作，然后把镉蒸气吸到肺里的那个。没错，武威是一个石油工人，我和他老婆刚聊过，他长期在非洲的一家中资油田工作，这次回来是探监。所以你觉得吕燕也是某种化学物质中毒？很有可能。之前我遇到过这么一个患者，他是一个加油工人，长期可以接触到含铅的汽油，可能是哪一次不小心把化学物质给带回家了，最后他和他老婆都铅中毒昏迷了。你可以去查一查资料，看看有没有跟他们一样的案例。好，谢谢白医生。行，谢谢啊。怎么样？我咨询了石油化工方面的专家，还有医院的孙教授，他们都认为患者的低血钾和汽油中毒、铅中毒没有关系。那看来不是在油田工作的原因啊。哎，有人还想英雄。你干什么去啊？老爸，我饿了，我想找点吃的吃。刚吃完晚饭就饿了？我现在是生长发育的关键期，当然容易饿了。行，我的小祖宗，我给你做面去。你呢，就乖乖的坐在这儿等着我啊。哎，对了，老爸，我们明天放假，你带我去一趟你们医院里呗。你怎么了？你哪不舒服啊？要不然咱现在去吧。哎呀，老爸，你别紧张，我身体好着呢。是我们老师布置的任务，让我们写一篇我的父亲的作文。我这不是想去观察观察你吗？你吓死我了！你成天在家还没观察够啊？我这不是想把你治疗病人时的光辉形象写出来呀，这叫透过现象看本质，你明白吗？我深入现场调查能写出来的作文。你这一套一套的，都跟谁学的？徐然呗，还有谁呀？又是徐然。哎呀，老爸，你快点，我都饿坏了。我才刚过来，等一下，马上就好。啊。肖燕去那家小工厂调查的时候，你也跟着去了吧？怎么，怕他出事儿？你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对他有点动心了？喂，肖医生，明天午休的时候有空吗？老爸，你忘了吗？明天要带我去医院里。你这典型的重色轻友啊，你忘了吗？你胡说什么呢？好好吃你饭，别学你徐然处处乱用字儿，好好吃饭。咱这真的要去吕院家，你征得人家同意了吗？这可不是我偷的啊，这也是想让咱们尽快找到病因。不过上次你给我打完电话以后，我也想了想，如果导致他中毒的某种化学物质不是在工作中接触的，那最有可能的就是他的饮食。你来看这个，看这个。果然，包子里有微量硝酸钡。钡中毒。钡中毒时，细胞膜通透性增加，
大量钾离子进入到细胞里，导致血清钾降低，出现低钾血症。明白了，我这就去安排化验。你的检查结果已经出来了，血液中钡离子含量严重超标，现在可以确诊了，是钡中毒造成的低钾血症。钡是什么东西啊？钡是一种金属元素，它本身是没有毒的，但是呢，它的化合物叫硝酸钡，如果误食之后会和胃酸产生反应，形成有毒的氯化钡，从而造成低钾血症。我们在你们咬了一口的包子里发现了硝酸钡。可是包子是我和我老公，我们俩人亲手包的，怎么会有硝酸钡呢？那我们就不知道了。肖医生，钡中毒能治好吗？这个你可以放心，你很快就可以恢复了。谢谢你们。白医生，要不是你，我可能到现在都找不到患者发病的真正原因。我要谢谢你。常规操作。你们说包子里的硝酸钡哪儿来的？是无意混入，还是有人下毒啊？下毒？现在都什么时候了？你以为这是古代呢？那怎么不可能啊？那谁家往包子里包硝酸钡啊？哎，你们想象力太丰富了吧？就是，人家患者家属都说了，自己家给自己包的包子，谁会自己给自己下毒啊？医生，我老婆她当时也在车上，她没事吧？你老婆她没事儿，就擦破点皮。那她怎么不在啊？她人呢？她因为钡中毒也住院了。钡中毒？我们在你吃过的包子里检测出来了硝酸钡。那她没事吧？她之前因为心脏停搏，糖化。心脏停。颅内出血已经止住了，怎么又昏迷了？唐画，带他去做个头颅 CT 吧，别有其他地方再出血了。好。肖医生，头颅 CT 做好了。怎么样？刚刚出血的位置已经明显吸收了，也没有其他位置出血。那怎么又昏迷了？难道是钡中毒吗？这样吧。你带患者去做一个心电图、大生化，还有心肌酶谱。好，肖医生，5位的报告出来了，也是血钾低，血钾2.6啊，比他老婆还严重。难怪他老婆之前说他开车的时候晕了。你帮我去查一下患者刚进医院的时候的生化指标，主要看血钾的。3.2也是低的。我还是去看一下患者吧。你注没注意？刚刚吕燕听说他们是吃包子才中毒的时候，表情可奇怪了。是吗？我有个想法，不过我就是随口说说啊，你听听就算了，不用当真。你怀疑是他自己下的毒？我就是瞎猜啊。你看她紧张她老公那个程度，说不定是他俩之间发生了什么矛盾呢。所以，可如果是他下的毒，他自己怎么会中毒呢？那说不定是误食呢。你们这是胡说八道！你怎么起来了？这很危险。我老公一直很恩爱的，我们之间没有矛盾，我也不可能给他下毒的。你们胡说八道！我要找你们领导，把你们领导叫过来。实在是不像话！都跟你们说过多少次了，不要在背后议论人家患者的私生活，就是不听。你看你们俩的样子，哪里像医护工作者，完全就是街边的长舌妇。主任，
您先消消气，这事儿赖我，是我没管好他。行了，你不要替他俩说话了。我告诉你们两个人，人家患者要把你俩告到院里面去，还说要找媒体。你们捅的这么大的篓子，我看你们怎么收场。不能让他们去找媒体呀，这对我们急诊科影响太坏了。我让人家不找，人家患者就不找了。是我们俩的错，我们俩会给患者道歉。要是患者不肯原谅我们，我们就承担责任，不给院里惹麻烦。主任，你看，他俩认错了，你这么凶，都把他们吓坏了。你们还杵着干什么？赶紧跟人道歉去啊！快去快去，我也跟着去看看啊。哎，护士长，我有件事想跟你说。这2天是不是发生什么事儿了？我觉得你一直在躲着我。没有，咱俩都忙。仙云跟你说了什么了吧？让你多想了。我想跟你说，其实你不用多想。以前咱们什么样，以后还是什么样。我是急诊科的主任，你是护士长，我们一切都以工作为重。主任，您放心，我知道该怎么做。好，那你快去忙吧。我去看看他们。哎，好。我是急诊科的护士长，我没有教育好他们，我给您赔礼道歉。算了算了，我也不想为难你们，你们走吧。谢谢您肯原谅我们。谢谢您。我回头一定加强对他们的批评教育。肖医生，我老公那边怎么样了？车祸造成的颅内出血已经止住了。你老公症状跟你一样，因为钡中毒造成的低钾血症。但你放心，我们已经对症下药了，应该很快会醒过来。那就好，谢谢肖医生。他们2口子吃的是自己包的包子吧？武威在开车的时候突然头晕，也就是说，车祸是钡中毒引起的，而且武威中毒比吕燕重啊。你说会不会是吕？你怎么这么八卦？我就是单纯的好奇心。哎，大二你俩2人世界了吗？有个患者，你帮我看一眼呗。你的患者我看什么呀？我是在给你一个在校园面前表现的机会，你不去算。白医生啊，我求求你帮帮我呗。行吧，我说清楚啊，我不是为了帮你，我是帮患者。当然，肖医生啊，那个徐然那儿有一个患者，他搞不定，咱们一块儿去看看。一起去看看吧。行。啊，走吧。患者有吸烟史，20年前就患上了慢性支气管炎和高血压。胸前区疼痛啊，什么时候开始的？据患者说啊，大约是在2年前，一般会每天发作1到2次，大多是在晚饭后或者凌晨4点到6点之间发作。发作的时候伴有灼烧的感觉。疼痛跟呼吸有关吗？跟呼吸没有关系，
有时候可以自行缓解，有时候含硝酸甘油可以缓解，但缓解之后还会再发作。心电图做了吗？一直是窦性心律 STT 改变。这是冠心病心绞痛的表现。当地社区医院就是这么诊断的。他们与患者单硝酸异山离酯和复方丹参滴烷等对症治疗，但是没有明显好转，仍然持续发作，时轻时重。3天前，患者喝完白酒之后呢，胸痛加剧，发作持续，还伴有轻度的吞咽困难。但是查体和辅助检查都未见明显的异常。胸片呢？胸片显示少量肺气肿。所以我判断，不一定是冠心病心绞痛。两位有什么看法？让肖医生先说。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让肖医生先说。怎么说不出来表现你自己啊？幼不幼稚？我判断是反流性食管炎。反流性食管炎？白医生觉得呢？一样。完，没机会表现了吧？不过要确认的话，还要进行胃镜检查。我马上去安排。食管黏膜糜烂，确实是反流性食管炎。没错，你尽快给患者安排治疗吧。你们两位真的是我们急诊科的金童玉女，男才女貌，珠联璧合啊！太有默契了吧！我去查房。你打我干嘛？哎，你就是狗咬吕洞宾，看不出来刚才给你制造机会呢啊！喜欢人家萧燕就直接追呗，整天偷偷摸摸，猥琐不猥琐，龌龊不龌龊，还不如人家陈志，大胆表白，勇敢行动，屡战屡败，百折不挠。我喜欢萧燕，你眼神有问题吧你？我比谁都眼明心亮，好吗？哎，肖护士，找我有事。护士长找我有事儿，我先过去了。能把林氏认成萧燕，你也是人才啊！行了，哎，小光还找我让你帮一忙。鲁迅说过，口误是内心真实想法的外表现。鲁迅还说过，他什么都没说。哎，我追女生的金玉良言，要不要传授你几句？自己留着吧你。你就装吧，你就。肖医生，我老公会醒过来的，对吗？他虽然症状比你要严重，但我们已经找到病因了，对症下药，他很快就能醒过来。根据车祸造成的伤势来看，你老公是为了救你，急速控制了方向盘，才撞成了脑出血。也正是因为这样，你的伤势才比他轻。原来是这样，原来是这样。为什么我们在你们家的包子里检测出了硝酸钡？我老公常年在非洲油田工作，1年也回不来几次。我很担心，因为这工作有危险，我因此一直提心吊胆，向他辞职。所以我想趁他这次回来，想劝他在国内换个工作。可没想到，他觉得非洲油田上工资高，不肯放弃。我就想到硝酸钡可以让自己生病。可是，一般人平时很难接触到硝酸钡啊。我爸，他以前是烟花爆竹公司的工人，
有一回就是因为被中毒，浑身没劲儿，在家里躺了1个多月，所以我就以为硝酸贝中毒，只是浑身没劲儿，没什么大事的。于是我就在我自己吃的包子里放了做炮仗用的硝酸贝。我只是想着，我生病了，也许就能留下他了，而且我只放了那么一点点。那为什么你老公也被中毒了？怪我没有第一时间清理干净，我老公误食了。之前白医生也说了，硝酸贝和胃酸反应会产生氯化钡，从而造成低钾血症，严重的话可能会引发心脏问题。都怪我，都怪我。这件事儿我们得上报警务处。刚刚警察把吕燕带走了。为了把老公留在身边，就在包子里放硝酸贝，简直了！你说，她老公醒了以后怎么跟她说呀？直接说呗。这太残忍了吧？这有什么残忍的？实事求是啊！啊，恭喜你了，你现在身体已经没有大碍了，接下来好好休息就行了。谢谢，医生，我老婆现在怎么样了？你们之前说她心脏停搏，她没事了吧？就是硝酸贝中毒引起的，经过我们治疗，已经康复了。那就好。那她人呢？是这样的，你刚醒，还需要一个恢复期，等你彻底恢复好了，能下床，到时候就能看到你老婆了。医生，这什么意思啊？你现在知道自己是硝酸贝中毒了，对吧？我给你科普一下，硝酸贝呢，平时在生活中比较少见。那你可以想一下，你身边有谁可以把硝酸贝包进包子里？你先好好休息吧。原来白医生说话也会拐弯抹角啊。有吗？那也比某些人装哑巴强吧。老爸，我饿。好了，真的是。白旭光，以后不准敲碗哦，从小敲碗，长大了要饭。快吃吧。哎，对了，老爸，我们周五要开家长会，你得去啊。周五？不行啊，到时候我要加班，去不了。那你就去吧，不然我们班主任又要说我了。没事，到时候我给你们肖老师打个电话就好了。肖老师啊，我们班班主任姓刘啊。啊，那个昨天我们科来了一个患者，他姓肖，也是个老师，我记岔了。我知道了，老爸，你想的是肖阿姨吧？你赶紧吃你的饭。你大半夜穿成这样参加奥斯卡晚宴啊？怎么挑这么一地儿啊？不是你让我选的吗？别擦了，选人老板把你打出去。老板，再来20个串，2串烤腰子，2个无糖可乐，4瓶啤酒。好嘞，好嘞。烧烤致癌，亏你还是个医生。你脱离剂量谈毒性就是耍流氓。再说我又不是1天3顿吃烧烤，可乐我也喝无糖的啊，喝着一样爽。说吧，找我出来有什么事儿？没事啊，就想让咱俩好久没聚了，出来吃吃饭，聊聊天。哼，行了吧你？我叫你多少回你不出来啊？这是良心发现，还是因为肖医生？吃不吃？不吃赶紧走。吃，不吃白不吃。吃着慢慢说啊。酒水先上来啊，串儿马上就好。好，哎，老板再来矿泉水。好嘞，哎。
哎，说起来，自从你收养小光以后，6年没谈过恋爱了吧？一转眼6年过去了，你愣是连个女人都没找到。这事儿我有责任。你成天给自己扣一个情圣的帽子，哎，也没见你正儿八经谈个女朋友啊！你好意思说我？哼，我那是万花丛中过，片叶不沾身。说你的事儿，你提我干嘛呀？那咱们俩说说正事儿啊。在我看来，你和肖医生之间呢，甭管结果如何。哎，不，等等，什么叫甭管结果如何？我要是出手，还能有别的结果？来了，串儿来了，哎，哎，谢谢。哎，好，慢用啊。那你倒出手啊你！怂货！我明白了，你是想追求肖医生，又害怕被拒绝，所以大半夜把我找出来，想让我替你分析分析肖医生的态度，给你增加点信心，是不是？还真不是。我呢，就是想看看你。每次看到你呢，我就信心大增，无论是从医术还是颜值。请求他人帮助对你来说就这么难吗？我不需要别人帮助啊。服，哎，真服了。行了，看这顿烧烤的面上，我给你透露一个重要情报，想不想听啊？不想说就憋着。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你，肖医生心里是有你的。我知道。乐啥呀你？优秀的男士受人欢迎，这很正常啊。要是打人不犯法，我现在就让你变成半身不遂。正确的认识自己，有助于心理健康。最不健康就是你，还心理健康。哎，说实话，作为朋友，我挺希望你和肖医生能成。你这些年你一个人带着小光也不容易，是时候该自己考虑一下自己的生活。我跟你说，我觉得肖医生也不错。有缘的话，我们会再见，道别在心里练几遍，省略了客套的寒暄，拥抱喂饱了想念。谁不会在约定的时间付出最真的一次爱？自己画的句点，自己画圆。